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又发生了悲剧事件了，闹出人命了，美国又发生了枪击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因为美国像这种恶性的枪击事件确实是发生的频率有点高啊。面具人我一直在强调，不要煽动别人的情绪，不要煽动什么上街游行呀，不要煽动这种斗争思维、仇恨思维，不要用阴谋论这些玩意儿去唆使别人怀疑人生。美国这个地方它是有武器的，而且呢，美国人他确实是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还是怎么了，容易激动啊。你把别人的情绪煽动起来了，天天用什么阴谋论呀、深层政府呀、撒旦教呀、第三教会呀，用这些东西给底层老百姓洗脑，最后把这些人都洗脑成神经病了，让他怀疑人生了，让他去报复社会了，有什么好处？那面具人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比较严重，有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都已经受害了，被干掉了。而且呢，这个恶性事件跟所谓的阴谋论有关联啊，因为这个事情都闹出人命了，后果比较严重，所以呢，面具人我要加一个心理学环节。那咱们今天的心理学环节主要来讲一讲阴谋论和谣言啊。其实相比于阴谋论，谣言的危害更小，阴谋论的危害才是最大的。阴谋论这个东西啊，说轻了能把人洗脑成傻逼，说重了啊，真的是要人命的。这一次美国发生的这个连环枪击案呀，就和阴谋论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还和这一次整个美国的动乱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为什么？咱们先来看一下新闻，咱们看完新闻，了解完了这个事情的基本经过，然后呢，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导致这个事情的深层原因。因为和谐因素啊，有些敏感单词我用别的单词替换啊，你明白那个意思就行了。当地时间1月9日，美国芝加哥发生了连环突突案，一名32岁的非洲裔枪手开枪突突，导致了3人归西，4人重伤。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30岁中国留学生范毅然不幸遭到突突身亡，罪犯已经被警方就地正法。根据芝加哥大学官网最新发布的公告显示，中国留学生范毅然不幸成为了此次连环突突案的受害者。校方称，范毅然是经济金融博士生，生前正攻读第4年，计划今年提交他的博士论文。根据报道显示啊，这个中国留学生是第一个倒霉的，是第一个被突的。面具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中国人呐。根据领英的信息显示，范毅然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期间先后获得了北京大学新生奖学金、北京大学李延宏奖学金、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和北京大学王青云奖学金。北大毕业以后，他曾短暂的在摩根大通第一资本工作，随后呢，前往美国继续他的学术生涯。2017年，当他开始攻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博士学位前，他获得了剑桥大学金融工程硕士学位以及芝加哥大学金融数学硕士学位。我看到这儿以后，我又感慨呀，你看这个人大好年华，学历又这么高，前途无量呀，可是呢，就被这样的飞来横祸夺取了生命。祝他早登极乐吧。我看了一下国内的微博反应啊，这个中国又要掀起了新一阵的反美浪潮了。这个中国人啊，将会更加团结的反美，一致对外了。当然了，这个事件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因为在这一起恐怖事件当中啊，也有别的族群人受伤，也有别的族群人遇害。只不过这个中国人确实倒霉，第一个给碰上了，被挂掉了。所以呢，面具人我要在这里啊，劝一下各位美国的华人啊，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地方，以后出去呀，多长个心眼儿，拘谨一点，谨慎一点，办完事儿啊，赶紧回家。你在大街上或者是在路上啊，多观察一下周围，你要有点安全意识啊，看到可疑人物，你尽量避开，毕竟嘛，人命为大。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受伤的
还有挂掉的人有很多，不单单只有咱们华人。面具人，我一个一个给你们讲啊，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是针对中国人的。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大卫·布朗称，该男子先是在9日下午射杀了一名30岁的芝加哥大学学生，这就是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咱们的同胞。当时该学生正坐在海德公园附近的停车场的车内，然后呢，他就被突突了头部，当场归西。面具人，我有时候看电影里面那种枪战片啊，看人中枪了也觉得没那么可怕，但是在现实中啊，想象了一下，这个人啊头上被突突了一下，哎呀，想着确实挺恐怖的。这个凶犯啊，先突突了这个中国人以后啊，随后呢，该男子随机的走进了一个街区外的公寓楼内，突突了一名46岁的保安，并击中了一位正在取快递的女士。南登格尔呢，就是这个凶手啊。接下来呢，又在一家便利店内突突了一名20岁的男子，这个男子呢，也是头部中招，也是当场归西了。然后呢，罪犯还击中了一位81岁的女士的头部和颈部，并导致该女士目前呢正在紧急抢救。这个警察局长称啊，罪犯在离开商店以后，随后呢又击中了一名与母亲在坐车过程中的一名15岁的年轻女子，该女子呢目前也是重伤，正在被抢救。南登格尔呢此时还未满足，随后呢又向北行驶了16公里，来到了与芝加哥接壤的埃文斯顿，并闯入了一家便利药房，宣布他要进行抢劫，并且呢他没有开枪击中任何人。然后呢他又穿过马路到一家餐厅，击中了一名女子。这个人作案是随机的，可以说是老少皆有，上到81岁，小到15岁，什么人种都有，亚洲人、白人，并非咱们网上传的排华啊，是针对华人的枪击事件。那埃文斯顿警长库克称，南登格尔在离开餐厅以后，在停车场与警察对峙，于是呢双方交火，在枪战中呢，凶手被就地正法了。局长表示，调查人员还未获得有关南登格尔更多的信息。根据美联社的最新报道啊，罪犯从芝加哥南区开始作案，在大约4小时内突突了7人，其中3人归西，4人重伤，重伤的2人呢也没救回来，等于目前是5人归西了。那这个罪犯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做如此极端的恐怖事件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了。根据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凶手在作案前1周，他就在网上发布了数十个视频。他在视频中念叨撒旦，他还挥舞着枪，说道要随机消灭敌人。在他其中一个视频中，凶手表示他要炸掉整个街区。而发布的这些恐怖视频呢，他的账户已经被脸书下线了。在其中一个视频里啊，这个罪犯穿着黑色连衣帽衫，他把帽子拉起来遮住了头部，还遮了半张脸，边拍一辆停下来的 SUV， 边念叨着我在找单独活动的人，你懂我的意思，走向他们的车，可能就是这个家伙，他看起来对我是个问题，我不需要问问题。这个人嘴里念叨着撒旦，就是因为这个人啊，之前长期发布这类型的视频，什么撒旦呀、消灭呀，引起了调查方面的怀疑。你说这个人整天说神呀、鬼呀这些事情，然后呢又要叫嚣搞恐怖事件，是不是脑子有病呢？然后呢，调查方就去询问了凶手的家属，了解情况嘛。一名亲属所言，这个罪犯的妹妹呀，安妮特·南丁格尔就告诉芝加哥太阳时报说，杰森认为自己在与一些恶魔战斗，他有些麻烦。说到这儿啊，面具人想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人呀，他就是典型的被阴谋论洗脑了。你看啊，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他在与恶魔战斗，他在消灭撒旦的信徒，他在消灭被恶魔附体的人。最可笑之处就在于，他做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恐怖事件以后，
他认为他是正义的，他是在消灭邪恶。这里还有个视频，这个视频上面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他说的英语翻译过来意思就是他要找出被恶魔迫害的受害者，追讨真凶，行使正义。罪犯的妹妹称，杰森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尽管杰森有一些问题，但是他是一个很棒的父亲，他已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了。安妮特夸杰森是一个非常有决心的年轻人，他非常努力地去为他的孩子做一切能做之事儿。对他的家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安妮特只说了这么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而杰森的一位朋友汤米·泰勒也称，罪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趣的人。泰勒猜测到，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据 ABC 新闻报道，杰森曾当过保安人员，做过保安人员，所以呢，你看他的枪法这么准，每次都是击中别人的头部或者脖子。这个杰森呢，他也是有一定前科的，他的犯罪和起诉记录开始于2005年，其中包括枪支，还有那个啥，你懂的，运这些东西嘛，还有偷窃、非法入侵、使用致命性武器进行严重伤害等犯罪。2019年10月还有一起家暴案，从他的犯罪记录来看，这个人之前就是喜欢做一些极端的事情，从相关资料也可以看出这个人没什么文化。这个人可以说是教育的悲剧，也是现时代阴谋论社交媒体的悲剧，包括他做掉的这些受伤的还有归西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产物。你说如果这个罪犯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价值观，有完整的思维能力，他就不可能去做这种极端的事儿吗？这个人呢，他在现实世界里面说他要跟魔鬼斗争，消灭撒旦。那个视频里面我能看到，但是视频被和谐了，我不能传啊。你们想看可以到我的推特或者我的群里面看。你看啊，美国人在现实中说要消灭撒旦，消灭深层政府的敌人，这个场景啊，像美国很多电影里面都已经拍出来过，比如说像黑袍纠察队里面的有一个人看电视，相信了这些超级英雄明星的阴谋论，说这个世界上有超级罪犯，于是呢，这个人走到街上看谁都像超级罪犯，然后呢，他就把别人干掉了。他认为消灭的是潜藏的罪犯。还有很多人啊，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恶魔，很多人都是被恶魔附体了，要对他进行物理驱魔。当然了，美国里面的这些神鬼片呀、驱魔片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桥段，就是他上街，他认为很多人被恶魔附体了，然后把人家给做掉了，他美其名曰是伸张正义，消灭恶魔。面具人，我想说啊，没有人天生就懂得要去干掉别人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就去迫害别人的，他们都是在一定的目的或者是环境和刺激下，比如你看到的现在这个美国骚乱啊，很多人认为这个政府是阴谋政府、深层政府，要把它砸碎，我们才是正义的人，我们掀翻这个美国政府才是行使正义。你看，像很多法轮功群里面传的，美国现在有深层政府，美国现在被恶魔控制了，什么恶魔在人间呀，他们现在的群里面都是这种论调啊，撒旦控制了美国，邪灵控制了美国，我们要替上帝作战，川普是神选之子，我们都是神的使者，我们代表着神，我们要行使神圣的力量，消灭人间的邪恶。这些民运群里面啊，还有华基督徒里面的群啊，都是这种论调，说恶魔在人间，行使你们的正义，拿起武器上街去消灭恶魔。这种东西啊，这种言论啊，把一些生活不如意的、对于生活绝望的这些人啊，真的是可以洗脑。你长期的给你的信徒灌输一种概念啊，你现在过得不好，就是因为拜登是邪恶政府，那拜登是恶魔的代理人，佩洛西是恶魔的代理人啊，
他们都被撒旦邪灵附体了，我们必须要给他驱魔，消灭他。包括众议院里面的人，所有的这些官员啊，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满庙堂里面的恶魔群魔乱舞，都是被恶魔附体的，我们这个国家完了，被恶魔控制了。这些言论一旦散发出来啊，很多人啊，他真的是好心被蒙蔽了，他认为哎呀，我的国家被恶魔控制了，我要救这个国家，于是呢，他就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一个人呀，长期的在封闭单一的信息源里面洗脑啊，被这种阴谋论灌输了以后，他的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这种画面：参议院、众议院里面群魔乱舞，满庙堂都是恶魔。而正是因为信息源封闭且单一，会加重他的这种信念。长期他这样幻想、脑补这种画面以后，他就会渐渐的把幻想和现实混淆。从他的眼睛里面看拜登和佩洛西，有一种深切的厌恶感。他看美国的官员的时候，他真的是能看到恶魔的影像，他真的信了。这就是大脑的投射，大脑长期以来被这种阴谋论洗脑以后受损了，他真的会相信，然后呢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尤其是像美国的这些底层黑人还有底层白人啊，他们生活不如意，情绪又容易激动，他认为他一切的不好都是这些人间恶魔造成的。我干掉的不是人，我干掉的是败类、伪类、恶魔，明白了吗？那说到这里啊，面具人就想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谣言和阴谋论。谣言和阴谋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可证伪性，阴谋论是不可证伪的，而谣言通常是可以辟谣的。本质上来说呢，谣言和阴谋论都是欺骗和伪造而达到某种目的的产物。谣言通常是伪造事实，而阴谋论呢，则往往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等，伪造出所谓事实背后的真相。通常这个真相会抓住人们的猎奇心理，比如共济会、外星人、邪教、深层政府等。他们通过描述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比如迫害老弱病残、爱泼斯坦呀，什么少女岛啊，对吧？此外呢，阴谋论也会试图制造一个知道所有事实却又愚弄群众的独裁政府形象。这些噱头很容易让一些心智未成熟的民众深信不疑，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看破了事情本质的我会独立思考的，跟那些盲目相信政府的屁民不一样的错觉，我才是智者，你们都是傻逼。同样呢，这也会让一些猎奇爱好者，比如 UFO 爱好者，还有这个神秘动物爱好者，让他们也都深陷其中。因为这个阴谋政府包罗万象，这个世界上你所有的疑问都能在阴谋政府当中找到答案，都是阴谋政府搞的。其实呀，要破解谣言很简单，只需要指出其中的荒谬之处，或者是以事实证明即可。而要破解阴谋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阴谋论的逻辑很荒谬，但通常阴谋论者会以真相被政府篡改了，外星人的科技远高于地球，你反驳了就证明你心虚了，你就是他们的一员，以这些理由拒绝证伪。比如说你现在反驳我，你反驳我，你为什么反驳我？证明你怕了，对不对？我就更加坚信我是对的了，你反驳就证明你怕了。阴谋论是没有天花板的，即使政府出面解释，也会遭到政府当然是要掩盖真相啦，所以他才出来解释呀，解释就是掩饰，以这个为理由反驳。这在本质上反映了某些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全世界的民众其实都不信任政府。当然了，中国的韭菜可能更加信任政府。美国是言论自由环境，美国的民众他可以自由表达想法，那美国的民众普遍不相信政府，美国更是阴谋论的产地大户。所以呢，在美国阴谋论广为流传，
你破解了一个阴谋论，就会引发下一个新的更猛的阴谋论。无底线的阴谋论更像是社会的癌症。在一般情况下啊，有些人制造谣言，有些人相信谣言，相信谣言的人未必有目的性，可能是傻、单纯或者盲目，但是制造谣言、制造阴谋论的人一定是有其目的性的。从危害性来说，阴谋论更大于谣言。谣言一旦被破解，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烟消云散，而阴谋论由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会流传得非常深远，而且呢，还会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煽动民众的工具。当然了，阴谋论也不是不能破解的。一般阴谋论往往是缺乏证据的，或者是以伪造的证据来支持自己，比如说什么3个硬盘呀、拜登迫害老弱病残的这些 PS 图片呀、聊天记录呀。你把这个聊天记录，你让他拿出最根本、最原数据的证据，他拿不出来。你只要在这个时候指出他的证据不真实，或者是证据不足，就可以让这个阴谋论不攻自破。但很多人缺乏基本的逻辑素养，他会试图让对方拿出证明这个事实不存在的证据。他会认为，你说我的证据不存在，你说我的证据是假的，那证明你是心虚，你怕了。因为他们先入为主，他们会认为你反驳他的证据，你反驳他的理由是恶人先告状。那这就需要民众提高自身素养，提高自己的智商，来规避阴谋论的荼毒。我们该如何对待阴谋论呢？首先呢，既然能在人类不同文明发展阶段，在不同文明背景下都存在过阴谋论，这个东西从未断绝。阴谋论和阴谋其实差不多，它自然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你在古代的宫廷里面搞阴谋，不也是吗？造谣、污蔑、扣黑锅，把某个高官呀、谋士呀搞掉，然后你自己升官发财嘛。这个阴谋往往都是捏造的，明白了没？那阴谋它其实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之下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是皇帝我听信谋士 A 和谋士 B， 谋士 A 给我说的东西超出了我对谋士 B 的了解，然后呢，他给我讲了一个阴谋故事，我没有办法去和谋士 B 核实这个阴谋，我也没有办法确认谋士 B 不会像谋士 A 说的这个阴谋中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呢，一了百了，以绝后患，把这个谋士 B 直接拖出去斩了，对吧？既然一些惊人的言论，比如围绕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本拉登干的，你也可以说是萨达姆干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克林顿干的。现在就有阴谋论是这么说的，克林顿搞的911，但是你要是始终说这是美国政府自己故意搞自己的，那这显然是违反常识逻辑的。但是阴谋论者会告诉你，你看见的常识和逻辑都是别人给你捏造的，地球不是圆的，地球是平的。那么为什么阴谋论始终都会有市场呢？阴谋论本质上也算是谣言的升级版，特别是在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很多的信息可以快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自然呢也给信息加工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机会，并且呢让这些信息可以更高效的影响更多人。如今呢，就算是一个中国农村出来的没文化的人，他一旦了解了这中间的套路，他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捏造阴谋论，他也可以用大量的素材编辑一个更离奇的911恐怖袭击的阴谋论故事出来。阴谋论真的很难被识破吗？其实不难。事实上，虽然现在的阴谋论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漏洞也越来越多。这也是正常的嘛，门槛低了，炮制的人多了，整体质量就下降了，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另外呢，任何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都会失真，
作为本身就有着耸人听闻效果的阴谋论，在传播的过程中更容易被不断的添油加醋，而越传越离奇，所以呢，它的漏洞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像一个阴谋。好的阴谋论呢，它首先要像个阴谋，它需要一个大的且相对合理的逻辑背景，否则呢，那还能叫阴谋论吗？所以呢，你看啊，冷战时期的诸多阴谋论看起来就比较有质量，因为冷战期间有合理的对抗性世界格局的背景，而诸如肯尼迪的暗杀的真相的阴谋论，其实逻辑也很简单，一环扣一环，没有做过多的发挥，因为它有一个自始至终的答案，就是肯尼迪被暗杀了，对吧？涉及的人和势力有限，真的像一个阴谋。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宫廷事件的阴谋论，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古书记载，都是神神秘秘、隐隐绰绰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原因和范围比较小，过程比较简单直接，它的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呢，答案有了，过程可以随意发挥，因为过程的发展都是接连着答案的，让人感觉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儿。而如今的阴谋论呢，很多阴谋论的一大问题就是不像个阴谋，另一个问题就是可以低成本的做事儿，非要用高成本的办法去做，这显得很不符合逻辑。比如911的阴谋论，恐怖袭击嘛，什么特点？就是要注意保密性，让少数人知道，并且呢去隐秘的策划。所以呢，本拉登搞的就是一个真正的恐怖袭击的阴谋，一起罪恶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坊间传播的美国人自导自演的阴谋论，又是涉及克林顿了，又是涉及奥巴马了，甚至涉及拜登了、小布什了，涉及的人和资源，这个链条铺得越广，涉及的资源越多越好，好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同样的，你说小布什要以打击谁为理由，一定要用壮士断腕、自我阉割的这种911恐怖袭击这种方式来找开战的理由吗？这成本也太高了吧。但是呢，阴谋论的特点就是设立一种逻辑陷阱，让你相信这世界的复杂性，它会让你相信这世界上所有的比你强的人所有的权贵都是有串联的，他们一起串联起来迫害你比如说阴谋论常说的你不懂，不是那样的，这都是他们常用的句式。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呀？你不懂，怎么可能只有这点资源呢？所以呢，一定有阴谋，一定有更大的势力在背后操纵。阴谋论还会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细节误导人，比如911阴谋论的纪录片，我记得有个细节就是他们在废墟的照片上发现了一本完整的书，然后就说怎么可能呢？楼都炸塌了，怎么可能有一本书在那儿呢？乍一听很吓人，是啊，这个楼不都塌了吗？怎么可能会有一本完整的书？咱们先不管当时那本书的来源，你要仔细想想，恐怖袭击者的飞机是撞击了整座楼吗？它也只是撞击了楼中的一个点，对吧？引发了那一个点的几层楼的高温和最终的坍塌。而纸它本身就是软的，书也是软的，它不像玻璃杯瓷器一碰就碎，对吧？并非整座楼的坍塌，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都会在高温中燃烧，每一块砖都被飞机炸了。所以呢，别说在废墟中发现一本书，发现什么大量的纸制品都不奇怪。再说了，阴谋论者还说有人在911前买了航空公司的期权赚钱。说实话我最早接触这种说法的时候还不太懂金融，还觉得真的很可疑呢。但是呢，我了解了金融以后，我才知道每天交易那么多，你搞期权这也算个事儿吗？谁想买就买，谁不想买就不买。并且呢，你说航空公司被炸了，楼被炸了，
买什么期权呀？买了不亏死了，对吧？他误导了多少不懂这个行业的人？这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在现代阴谋论中常用，特别会涉及一些垂直专业领域来屏蔽你的常识，比如马航客机事件的什么芯片专家阴谋论，被金正恩打下来的阴谋论，被外星人劫走的阴谋论。问题是，阴谋论充分利用人们的信息不对称性，你无法核实，它集中素材，引导别人进入逻辑歧路。作为阅读者本身也是抱着一种休闲的心态，谁会仔细想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本。不要以为仔细想想是很简单的事儿，但是这相对于读一篇阴谋论带来的刺激快感来说，你仔细去思考烧脑，你这个成本就显得过于高昂了。甚至如果阴谋论炮制者再引用一些外媒呀、专家呀、内幕消息人士呀给你爆料，那你听了这些人的爆料以后，你真就会觉得哦，是那么回事儿，你想要去求证的成本就会更高昂了，牵扯的人太多了，你无法每个人都核实。普通人呢，可能连这些所谓的专家他都没有办法用英语沟通啊，中国人这些他懂英语的都没几个，对吧？一听外国的专家，什么史密斯呀、鲍威尔呀、鲍里斯呀、庞里斯呀、庞光呀，这些人随便一个听起来好像高大上的英文名字给你爆个料，你觉得哎呀牛逼了，厉害了，懂了吗？大部分华人英文看不懂，更别说是去读英文查证了，对吧？再提高些难度，如果引用的是所谓的韩国媒体呢、日本媒体呢，然后这些阴谋论者告诉你，韩国媒体某个专家也是持有这种观点，日本媒体某个专家也是持有这种观点，什么大山雄太、李承宪光本四郎，给你说一堆牛逼的名字，实际上呢，你这辈子连这些人都不了解，你也没见过。再往深了说炮制阴谋论，这些人存在不存在都是一个问题，你能查证的就更少了，对吧？你别说查日语、查韩语了，你哪怕查菲律宾语呢，你不懂，对吧？这就是阴谋论滋生的土壤。阴谋论呢，它是无限循环的商数，并且呢，阴谋论还会互相验证。你戳穿了一个阴谋论以后，他会告诉你，小子挺聪明的嘛，你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象，真正的深层还在后面呢。并且呢，每个阴谋论之间他都会给你铺一张大网，让你觉得哎呀，这些事情都可以互相串联，都可以互相验证，你推导了一个，你证明了另外一个，于是呢，阴谋论就生生不息，不断的传播，总能找到它的市场。那么如何应对阴谋论和阴谋论的传播呢？还是那句话，培养常识，让思考和辨识成为一种本能，这需要靠长期的接触和更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源来实现。阴谋论由于试图构建一种复杂的逻辑，并且呢，这个逻辑网很大，其实它的漏洞很多，稍微有常识和本能思考习惯的人都容易识破。你要是多懂一点西方历史或者是专业知识，你都不会被阴谋论框进去。面具人，我在这里教你们一个辨别阴谋论的绝招。以后你看到这些阴谋论的作者给你说他在与深层政府战斗，他在与邪恶政府战斗，他在与恶魔战斗，你直接问他，兄弟，你是正义的，你是好样的，你是神之子，你有人间大爱，但是呢，我现在缺2块钱买个馒头，你能否施舍我2块钱？你施舍我2块钱，我就相信。听懂了没？传播阴谋论者、制造阴谋论者都是以盈利或者是政治为目的的。如果说你让他给你施舍1-2块钱，这就与他的目的和初衷相违背了。
那他如果真的是像他的阴谋论所说的，他是伟大的人，他是正义战士，他爱人民，他是来拯救人间的，施舍你1-2块钱又如何呢？对不对？面具人我敢肯定他不会施舍你，就跟江枫文昭一样，天天的说自己是英雄，拯救人间，传播真相，人间大爱，他们做过哪一个慈善了？对不对？一些研究显示阴谋论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在他们的需求受到威胁，感觉到了失控、焦虑和无力的时候，人们很难接受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会发生诸如刺杀呀、枪击呀这样的随机暴力性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布里斯托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提出，相信随机事件背后有人为操控的原因，会使人们心理上好受一些。根据一项研究显示，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沉迷于答案，这样会让他们有确认感和安全感、控制感。人们在失控的状态，或者是他无法对环境有控制感的时候，他会恐惧，他会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但是你给他讲一个故事，告诉他，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才成了这样，他就会心里安全得多，他就会淡定稳定得多。以2017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件为例这是美国历史上发生的死伤最惨重的重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了58个人归西。这起事件呢，被归咎于穆斯林恐怖分子和反法西斯行动安提法组织的阴谋，也有人说是光明会献祭仪式的一部分。核查事实的网站甚至列出了一长长的清单来澄清真相。这个就是随机暴力事件，并不是什么安提法呀、穆斯林呀、光明会搞的。光明会有没有还是个问题呢？澄清者说，我们不喜欢恐怖的事情会突然发生带来的不安，因此呢，一些人愿意去相信一个条理清晰的阴谋论，来制造心理安全感，来制造心理安慰，去相信有强权者、有组织会对这件事情、会对这些事情负责。其实没人负责，这个东西就是倒霉随机发生的，你又有啥办法呢？对不对？你说哪个组织会为这种暴力事件负责？没人会傻到自己把黑锅往自己头上扣嘛，对不对？同时呢，教育也对一个人的世界观有重要的影响。那些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关系不稳定的人，也就是亲子关系不太好的人，也表现出更可能支持阴谋论的倾向。这个观点来自于《个性与个体差异》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与其他人相比，这些人会夸大威胁，部分是因为他们夸大自己感知到的全球威胁，并以此作为一种应对机制。阴谋论帮助人们解释或证明他们的焦虑是有道理的，有一定的自我安慰作用。这样的想法是否有效还未可知。那这是心理学杂志研究但是面具人我认为阴谋论它表面上有自我安慰的功能，但是实际上你长期的信阴谋论，你长期的把所有的不好都归咎于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深层政府，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阴谋呀、恶魔呀、邪灵呀，从而呢，你放弃了靠你自己的双手和能力去改善你自己的生活。虽然心理上安慰了自己了，但是这是一种长期的毒药、麻药，让你长期丧失了奋斗的机会，让你长期丧失了提升的机会。结果呢，就是你的生活越来越差，乃至绝望，乃至你做出极端报复事件。有一些研究证据表明阴谋论这种想法无助于缓解焦虑。这个也印证了面具人我的说法，你长期相信阴谋论，你会越走越差，越走越差，你就会越焦虑，因为你确实是生活环境不好了嘛，对吧？那就会让你觉得更不确定，更无力，更无力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更是阴谋政府迫害你，
一旦你进入了这种状态，你就会继续相信这些阴谋论。尽管有些阴谋论十分的荒谬，但是那么多人选择相信阴谋论，也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危险后果。比如你看今天故事中的主角，在美国把一个华裔给干死了，对吧？实际上呢，想让被阴谋论洗脑者重新认识科学，并非易事儿，不简单。令科学家非常困惑的就是，包括面具人，我也很困惑，我也是搞心理研究的嘛。当你展示反驳阴谋论的准确性，你反驳阴谋论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反而会让这个阴谋论，让被洗脑者更加坚信，让阴谋论的信念更深入当事人的内心。学者们还发现一个越相信阴谋论的人，他就越不可能相信科学事实，他更愿意相信试图去说服他的人也是利益相关的，也是被控制的，也是来迫害他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反对阴谋论的事实都会被重新解读为一个支持阴谋论的证据。就好比说，他后来发现他是相信阴谋论的，但是他看到你反驳他了，他就会更加相信阴谋论，因为你是害怕了才反驳他。这种拒绝科学的封闭态度也是很多阴谋论者的特质。所以你们看好了这些法轮功群民运群里面经常会用被迫害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外面的人都是坏人外面的人都是有目的的大家都要迫害你张口一个我们被迫害了，闭口一个我们被迫害了，这就跟中共的那种洗脑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张口闭口就是迫害然后建防火墙，把这些愚民韭菜小粉红圈到一个范围内进行洗脑。海外的这些法轮功信徒、民运信徒不也是这样吗？在自己的群里面、同温层里面取暖总觉得外面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别人反驳你就证明你是对的了。哎呦我的妈呀，难道你们搞科学，你们学习小学生初中生毕业的时候都知道一个题有多种解法，一个题就是用来反驳和论证的，对不对？你算错了就是算错了，你算错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算法来反驳他的算法是算错了，这就是科学对不对？别人反驳你了就证明你心虚了，害怕了，对吧？然后呢，这些阴谋论者还会给你加固一种印象是什么？你的权利就是无上限的权利，你任意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你不攻击江峰文昭，你攻击其他人，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别人不让你说就是破坏你的言论自由，就是迫害你了。你看我说的准不准？你看我江峰对你好不？我文昭对你好不？只要你不骂我，你在我这儿想骂谁就骂谁，只要你别骂我就行了。其实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无底线的阴谋论更像是社会的癌症。民主社会对付阴谋论有制度上的缺陷，他们对待阴谋论的时候往往是处于劣势。而你看像斯大林、中共、金正恩这种政体是完全不怕阴谋论的，你谁敢放屁，谁敢废话多，直接拖出去斩了，你还给我阴谋，你妈了个蛋呢，对吧？所以呢，阴谋论往往是针对民主国家非常好用的超限战武器。你想要破坏一个民主国家，那就向他们输出阴谋论，输出了阴谋论以后，就能输出革命，让他们内部瓦解、内战。而在这种事情上咱们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都深切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美国输出革命，支持川普内战，共产主义万岁！人